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强势出击，乔妍的新事预定年度封神之作。赵丽颖新片乔妍的新事来袭，或将掀起悬疑风暴，你准备好了吗？说起赵丽颖，大家是不是都立刻想到了那个甜美可人、演技炸裂的85花代表？没错，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她。赵丽颖的新片乔妍的新事即将在10月26日全国上映，这可让我这个影迷兼八卦小能手兴奋得不得了。今年的院线电影市场，说实话有点冷清，端午档、暑假档都没能燃起观众的热情，黑马更是难觅踪影。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可是憋了不少大招，宁浩、葛优、刘德华这些大咖都纷纷出手，但要说哪部最让我期待，那还得是赵丽颖和刘烨联手的乔妍的新事。首先，咱们说说这剧情。预告片一出来，我就被那句你们当明星的，你那点小问题也会变成大灾难给吸引住了。我的八卦雷达瞬间启动，这背后肯定有大瓜。女主乔妍由赵丽颖饰演，一个在边陲小镇长大的姑娘，打拼多年后成了知名演员。但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随着一条匿名短信的出现，乔妍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我知道你的底细，打电话给我。这短信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乔妍初时以为只是私生饭的恶作剧，但当手机屏幕上出现你不是乔妍这5个字时，她慌了。这背后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更让人惊讶的是，乔妍多年失联的姐姐竟然也在这个时候现身了。亲姐妹重逢，本该是泪流满面的感人场景，但这对姐妹却表现得格外疏离。姐姐是逃窜17年的缅甸黑户，这身份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乔妍对姐姐慷慨解囊，但姐姐却似乎并不领情，反而说出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哪有你的我的。这还不算完，预告片中还有更劲爆的。当有人喊乔妍这个名字时，坐在乔妍身旁的姐姐竟然也转过头去，说了一句：你是乔妍，我也是乔妍。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妹妹真的顶替了姐姐的身份？这背后的真相简直让人迫不及待想要揭开。说完了剧情，咱们再来聊聊这演员阵容。赵丽颖的演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从幸福到万家到风吹半夏，她早已完成了从流量到实力派的华丽转身。这次在乔妍的新事中，她饰演的乔妍同样是一个从草根打拼成顶流的演员，这简直就是本色出演啊！预告片里的她虽然表面光鲜亮丽，但眼中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谨慎和戒备感，似乎在隐瞒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样的角色，赵丽颖演起来肯定得心应手，不会让大家失望。再来说说辛芷蕾，这位美女演员也是实力不凡。她在《繁花》中的表现，让观众见识到了她的美貌和演技。这次在乔妍的新事中，她颠覆形象，饰演乔妍的姐姐。预告片中的她衣着朴素，造型邋遢，嘴里说着一口方言，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小人物的落魄。但在妹妹面前，她说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却带着一丝不甘和威胁的意味，让人更加好奇这对姐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黄教这位实力派演员也是不得不提的，他在开端、繁花、大江大河3中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这次在乔妍的新事中，他身穿西装，神情阴郁，颇有几分资本大佬的气场。如果没猜错的话，他这次拿的很可能是反派剧本。对于黄教来说，这应该不是问题，他从来没有翻过车。咱们还得提提那位唱着野狼 disco 的 rapper 老舅董宝石。别看他是个 rapper， 但演技也是杠杠的。他在平原上的摩西、末路狂花钱中都有亮眼的表现。这次在乔妍的新事中，他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真是让人期待不已。说完了演员，咱们再来聊聊这导演。赵德胤
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但他可是个实力派导演。他凭在线瓦城、翡翠之城、灼人秘密等影片获得了戛纳、金马等众多国际大奖的提名，实力不容小觑。他擅长现实题材的拍摄，在纪实的手法中加入超现实元素，将观众的想象放大，也将影片带往更高层次。这次他执导的乔岩的心事，肯定也是朝着冲击大奖的方向去的。其实，剖开故事的大框架，不难发现，乔岩的心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成长线。这些现实感十足的角色，让故事可以承载更多的思考，尤其是从女性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女性群体本该拥有的待遇。有普通人的生活，也有求生的不易，还有社会地位的差异，这些才是能触动观众内心的东西。现在，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对乔岩的心事充满了期待呢？这部电影不仅剧情悬疑十足，演员阵容也是实力派云集，再加上赵德胤导演的加持，相信他一定能在国庆档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匹黑马。乔岩的心事这部电影真的值得一看，它不仅是一部悬疑片，更是一部能够引发我们深思的作品。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欢笑和泪水，更需要的是能够触动我们内心的故事。而乔岩的心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他用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让我们在观影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享受到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真实。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影视圈的佼佼者，她以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尊重。无论是古装剧中的侠女，还是现代剧中的坚韧女性，她都能将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感人至深。此次她强势回归新作《乔岩的心事》，不仅让粉丝们期待不已，也让业内人士对其未来的表现充满了期待。乔岩的心事作为赵丽颖的新作，从公布之初就备受关注。很多人认为，凭借她在此前作品中的精彩表现，再加上此次全新的角色设定，这部电影极有可能成为年度封神之作。赵丽颖近年来选择的角色越来越多元化，每一次的挑战都在不断突破自我。她的表演功底和对角色的把握能力早已无需多言，而这次的乔岩的心事无疑是一部让她展现全新面貌的作品。影片中的角色乔岩看似柔弱，却内心坚强，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她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成长。这种复杂的角色设定非常符合赵丽颖一贯的选角标准。她不仅擅长演绎外表柔弱却内心强大的女性角色，也擅长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角色的情感与成长经历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她如何演绎这个既有深度又充满挑战的角色。赵丽颖的演技一向以真实细腻见长，她能够通过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将角色的内心情感传递给观众。而乔岩的心事这样的剧情片，正是她展现细腻演技的绝佳舞台。观众们期待看到她如何将这个复杂的女性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立体。在这个角色中，赵丽颖不仅要面对情感上的波折，还需要应对社会压力以及内心的挣扎，这对她的演技无疑是一场新的挑战。不仅如此，赵丽颖在选择剧本时一向眼光独到，这也是她能够不断推出高质量作品的原因之一。她总能找到那些能王一博探索心境首播狂飙 9.9 分，热度爆棚刷新纪录。王一博纪录片探索心境热播，展现其野外探险、挑战极限的精神，与探索家同赴雨林、雪山等，展现非凡勇气与体力。节目真实无剧本，王一博表现获赞，粉丝期待其更多探险节目。王一博果然是乐华最具胆识的男人。当别人还在空调房里录制综艺时，他却早已在野外生拉蚂蟥、横渡急流、徒手攀爬树木了。探险未知。上周，王一博的全新纪录片《探索心境》正式上线。这部纪录片在播出前就被誉为最适合王一博的节目，
毕竟众所周知，他对极限运动情有独钟。开播后热度迅速突破1万，峰值接近2万，直接跃居腾讯纪录片榜首。16万人给出了 9.9 的高分，各个平台上相关的短视频和热搜层出不穷，数量之多难以计数。要知道，此前评分最高的纪录片是《风味人间》，评分为 9.5 分，且仅有6万多观众参与了评分。网友，这部作品真的有那么精彩吗？的确，确实有这么好看的。这档综艺节目讲述了王一博与6位 Discovery 中国的探索家一同前往6个不同地区的故事。雨林、雪山、沙漠等极致地形汇聚，带你踏上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在综艺首映礼上，杜化表示，这个项目源于王一博的一个创意。他与腾讯和 Discover 持续沟通了2年，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才达成一致。他还提到，每次王一博去的时候，自己都会感到非常担心，但又看到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自己也不愿意去阻拦他。杜化表面笑容满面，去吧，没问题。心里却在想，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每次王一博发来视频时，他都不敢点开观看，因为实在太害怕。我们不妨先看看官方对这档综艺的介绍，这样就明白杜化为何如此评价了。王一博不断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探索身体能抵达的边界。双引号，观众们肯定都在猜测，这种事情哪位明星会去做呢？这档综艺一经播出，众人纷纷改口，直呼王一博表现得过于卖力。在前2期节目中，王一博与丛林生存专家老雪一起前往热带雨林，展开了一场寻找长臂猿的冒险。整片热带雨林占地300平方米，2人一路穿越瀑布，横渡河流，途中还遭遇了蚂蟥叮咬。你要拍我可真不敢看。正如王一博所说，在这个节目中，他体验了许多新奇的事物，给他带来了难以忘怀的经历。在老师的带领下寻找野外食物，解决温饱问题。纪录片一开场，王一博就被几只蚂蟥叮咬，2、3只蚂蟥紧紧吸附在他身上吸血，他十分从容地将它们拉了下来。到处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竟然全都可以吃。抓鱼时需要整个人潜入水中，而不仅仅是站在岸边弯腰捞取。为了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攀爬到一棵20米高的树上，他反复尝试了无数次，花了1个多小时才终于成功。尽管这件事并不需要他如此费力。当他遇到毒蛇竹叶青时，脑海中浮现的不是离开，而是靠近，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在与程耳导演的对话中，他提到，即使明知存在危险，依然忍不住想要靠近。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睡吊床，虽然吊床轻轻摇晃，耳边还能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即便他没有休息好，依然会说，这种感觉真是奇妙。2人遇到前方无法通行的道路时，果断架起牵引绳，顺着瀑布攀爬而下。连老雪也不禁感叹，他的体力真是太棒了，我第一次时可做不到这样。双引号，2人为追赶长臂猿，涉水横渡了河流。或许光听起来没有太大感觉，但看一张图你就能明白有多惊艳。王一博上岸后，包里的物品全都被弄湿了。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这水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喝了，状态非常稳定。2人忙着收拾行李，直到凌晨1点才结束。稍微打了个盹，大约4点半时便匆匆起身，再次赶去寻找长臂猿。最终总算成功看见了，倒也算是相当幸运。经过这2期节目的播出，许多观众对王一博的看法有所改变。起初我以为他作为明星，怎么可能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敢去做。这并非王一博首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前不久还上映了一部名为《寻护者》的作品。这是一部记录拯救极度濒危物种中华穿山甲的纪录片。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亲自参与，该人已成，且非常聪颖。
最重要的是，他从不会抢风头，因为这部纪录片的真正主角是穿山甲，以及那些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王一博从不刻意表现自己，只是默默的努力学习。正如王一博在纪录片结尾所说，野外任务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也找到了答案。